欢迎各位来到28单元的单词应用部分。我们首先来看第一句话 ，reader 读者，这句话很简单，叫 His music criticism may not appeal to readers today， 叫他的音乐评价或者音乐批判，他的音乐方面的评判 may not appeal to readers today， 不太受现在的读者的欢迎了，或者对于现在的读者没有吸引力了。注意 appeal to 才是我认为的这个句子当中最值得讲的部分，它叫做对什么什么有吸引力。最早我们看到 appeal 叫呼吁，对不对？呼吁。那 appeal to 是一个专门的用法，也是考试最常用的短语，它叫对什么什么有吸引力，等于 be attractive to， 对什么什么有吸引力的叫 be attractive to。所以这句话可以改成 His music criticism may not be attractive to readers today， 对于今天的读者是没有吸引力的啊，也可以那么它变成了 may not appeal to readers today， 更酷一点，很隐蔽，没有直接写出这个词，很简单。那么到最后几个单元句子也不多了啊，书当中的部分句子本身也不多，所以我挑的这些句子当中的料都很足，大家一定要记下来。像这个单元就10几个句子，很快就能讲完。好，继续往下走 ，arouse 叫引起。我们看08年完形部分出现一句话，叫 He helped popularize the idea， 他帮助使这个观念流行了起来。popularize 这都是加分词。我再说最后一次，也没几个单元机会来说了。基于一个简单词 popular 的延伸，出现一个 popularize， 那么简单词做辨析和扩展之后出现了词，这是最容易得分的。叫 He helped popularize the idea， 他帮助这个观点流行了起来。什么观点呢？ That some diseases 一些疾病not previously thought to have a bacteria cause， 一些最初并不被认为有细菌原因导致的疾病。你看 disease 才是主语 ，not previously thought， 一看 thought 就是被动，叫 some disease that are not previously thought to， 叫最初并不会被当作是有细菌原因的一些疾病或者传染性的细菌疾病 ，were actually infections， 却事实上是传染性质的病。你看 infection 又出现了。好，这种传染病怎么样 ？Which aroused much controversy， 它会引起巨大的争议。When it was first suggested， 当最初提出的时候会引起巨大争议。马上想起时下流行的以前的 SARS， 刚出来死的都是医护人员，他也不知道有隔离措施和要求。再包括后来的中东呼吸症，韩国发现的 MERS， 对吧？无论 SARS 还是 MERS， 它都是这样的一些疾病。它一开始提出来的时候，甚至并不被当作是 infection， 人类都是需要付出惨痛代价才能进步的啊。这里有个词叫 controversy， 叫争议。好，很简单。继续往下走 ，motivate， 动机激发。再来 ，What motivated him? We will understand。你看，突然一个插入语。我们所理解的激发他的东西 was his zeal， 是他自己的热情 zeal。Z 开头没几个像样的名词，请背下来。zeal 叫热情，是他自己的热情。什么热情 ？For fundamental fairness， 最基本的公平。你看，激发他的是他对于最基本公平的一种热情，也就是我们说的 The triumph of a bad reason is that good people do nothing。好人不作为是坏人 triumph 凯旋的原因。所以有一种人，他对于基本的公平有热情，所以这可能会激发他像公民一样去战斗。他 protecting the taxpayer， 你看保护纳税人 ，controlling spending and 好控制开销 ，and ensuring that 确保 only the most deserving claimants claim， 你看要大胆的在考场里对于这样的词进行分析。claim 它的意思叫做宣布宣告 ，claimants 叫做宣告者、宣布者或者发出声音的人。叫做只有最值得的、最应该得到补偿的那些 claimants received their benefits， 得到他们的利益。要确保这个社会公平，对不对？那些最值得的宣告人才有资格获得他们的 benefits。比如所有人都说自己惨，但是有一些人在失业前对于社会做出巨大贡献，而有些人不吃、不喝、也不睡，天天打游戏，也对社会没贡献。那最后可能他就不属于 deserving claimants。大家都在宣告自己需要国家的补偿，他就可能不属于 deserving claimants， 也就是确保这种真正的 deserving claimants 获得他们的利益。你看，很轻松，越读越轻松，有感觉吗？
ingrain 叫根深蒂固，这个词组很有意思，叫往里面植入，很简单 grain 本来的意思叫稻谷 in 往里面，所以 ingrain 叫往里面播种， grain 本来叫种子、谷物、谷粒、颗粒，对吧？我们讲了多少遍格格不入那个短语叫 against the grain， 对不对？叫靠在那个稻谷上，你看肯定会格格不入，在地上铺上那些稻谷，你睡在上面感觉一下，所以还记得当年我讲的 against the grain 格格不入那个短语还记得吗？一首歌很好听的啊 ingrain 叫植入，往脑子里植入一个种子，所以叫 ingrain。来了一句话 instead 相反 the new habits we deliberately ingrain into ourselves， 主语叫 the new habits， 出现了叫我们故意植入我们自己的这些新的习惯。你看谓语动词在这儿 create， 细心的人永远会发现 habits 是复数，别人这里的 create 就是复数形式，看到没有？很多人写句子，我也知道你们慢慢会写修饰了，但一修饰就忘了主语在哪儿，也就忘了主语的单复数，然后谓语动词就经常不匹配，叫主谓不一致，这是非常愚蠢的错误，完全不是能力问题，是习惯问题。好好去培养自己啊，叫做我们故意植入自己脑中的这些新的习惯 ，create parallel pathways， 创造了一条平行的路径 that can bypass those old roads， 和那些老的路越过去了。这些老的路指的也就是老习惯，也就是新的习惯并不会干扰老的习惯，它会创造一条 parallel pathways 平行的路 that can bypass。 好，这里的 bypass 对不对？它就是来自于我们学过的一个词叫做路人，叫 passerby， 对不对？前面这个去掉啊，叫 passerby， 叫路人 passerby， 所以 bypass 叫做越过路过啊，所以它会形成一条平行的路来越过这些老的习惯 old roads， 清清楚楚。好，我们看下面一个词 grace 都学过，它的意思叫优雅 you big disgrace， 对吧？ disgrace 叫羞辱， grace 叫优雅，那么做动词的意思叫为什么什么增色。你看再次体现这个词基于情感的一个含义的延伸，优雅的人在你身边当然为你增色了，对不对？那么出现一个句子 even those papers that， 你看我们的习惯就把主语先画下来 papers， 即使这些纸、这些文章、这些论文都有可能，那么什么呢？看上下文 that continue to review fine arts events， 好，这些持续的去评论 review 审查评论，对吧？这些持续评论或者持续审查 fine arts 纯艺术或者纯艺术事件的论文 are devoting less space to them， 没有给他们留太多空间，就没有给这些 them 只能指代前面的谁？他不可能指代自己吧？自己没有留足够的空间 devoting 叫 devoting less space， 你看 less 叫没有等于 not， 没有留空间给自己，没有 them 叫他们，所以这里 them 毫无疑问是前面的 fine arts events， 叫虽然这些文章或者这些事件、这些评论、这些文章，虽然这些叫尽管这些文章没有持续干嘛？脑子晕了。好，重来，叫做尽管这些文章并没有持续的给纯艺术事件提供空间，你看 space 没有给它留足空间 ，devoting less space to them， devote 叫奉献投入，对吧？并没有给他们提供或者贡献太多的空间。然后呢 ，while the think pieces on cultural subjects， 然而 thinking pieces，the think pieces。这些思考的事件 on cultural subjects 关于文化领域的这些 think pieces 思考的事件干嘛 that once graced the pages 曾经增色了 the pages of big city Sunday papers 这些大城市的周末报纸的各个版面，使他们增色的这些思考性质的内容 are becoming a thing of the past 也变成了过去的事情。你看一些关键点抓住就可以了。也就是说，报纸上曾经有一些关于文化的思考的东西，现在没有了，没有空间留给他们，叫 even， 即使，甚至，叫甚至那些持续的评论艺术事件的文章、报刊都没有留空间给艺术事件了，对吧？更不用说哪些关于这些文化评论的一些有思想的东西，叫 think pieces， 你可以翻译成有思想的东西，曾经润色了。曾经给周末的大城市报纸增色的这些有思维、有思考、有文化的东西，都已经成为过去式了。你看，也就是说，现在的报纸都没有这些有文化的东西了。整个句子就在说这个，清清楚楚。Grace， 好，那么当然了，文化确实很重要，
提到文化，我必须推荐一些东西，推荐一些书。整个社会由于娱乐行业的爆发啊，走向了无穷无尽的粗俗、低俗、恶俗，所以整个社会现在有时候想想也有问题。妈的，一个明星出轨，整个版面到处都是，疯了！你能不能聊点别的？关我毛事啊！燃并卵，对吧？所以我们不如看点有用的东西。像文化方面有很多很棒的东西，比如提到文化和社会的看法。有一个人叫索罗斯，我必须推荐给大家。这本书我很喜欢。我喜欢的书，第一，语言风格要简单清晰，读起来要通俗易懂，但是又要有深度。George Soros， 所有人知道索罗斯叫金融大鳄，但他恰恰写了一本书叫《The Age of Fallibility》，他评价的是美国的全球政策、反恐政策。你看 ，Consequences on the War on Terror， 反恐政策的后果 ，Consequences， 这个题目叫做《The Age of Fallibility》，叫这个时代的无知与堕落，是我们中文版本的翻译。那么 Fallibility 一看就是堕落 ，fall， 对不对？所以他说的就是关于反恐之后社会的无知，他骂的是 George W. Bush 的国策，啊，所以这个就很有思想。这种文章就属于我讲的叫 think pieces， 对不对？属于纯思考文化类的东西，可以去看。想不到索罗斯还有这一手。当然了，想读懂这本书，就要知道索罗斯是一个坚定的公民，是一个坚定的 people do something。什么公民？比如他的老师叫 Karl Popper。他的老师 Popper 写过一本书叫《The Open Society and Its Enemies》，叫《开放社会及其敌人》。你可以把中文记下来。你要先读这本书，这本书写得更加的绕一点，但是你稍微读一读就可以，甚至读前言，叫《开放社会及其敌人》。里面有个惊世骇俗的观点：所有封闭系统的社会终将被历史淘汰。没有指名道姓的一些国家，但是也会让那些国家坐立不安。一定社会要成为一个 open society， 它是一个包容性的社会，叫 the open society and its enemies。所以他提到的观点就是，凡是媒体、新闻等的不自由的国家都没有前途。当然了，观点有点极端，但是某种程度上肯定是对我们思考是有帮助的啊。叫 the open society， 开放社会 and its enemies， 和他的敌人。这是索罗斯的老师叫卡尔波普，所以大家突然发现，一个金融大鳄的老师居然是一个哲学家。他是美国近现代最有名的哲学家之一，所以大家可以去了解一下卡尔·波普的文章。再次证明我的判断，一个人懂点哲学，做事一定牛逼。索罗斯炒股，你看曾经有一句名言，他说我不是靠什么技术，我也懂技术，但我更多是靠哲学，绝对是牛逼的。自然规律叫哲学，啊，所以大家好好加油，往下走，叫做《The Open Society of Its Enemies》，也有这个版本的，所以我不管你搜到的是哪个版本啊，作者叫 Karl Popper， 你可以买一本，这两本是一样的啊，只不过封面设计有不一样。你可能搜到的是哪一本我也不知道，加上这一本，那么这本书，这两本书读完之后，你就马上在逼格上就不一样了，你会变成一个 somebody with think pieces in his pocket， 啊，口袋里装着文化的人。推荐给大家这两本书，这是我近期也读到的特别好的两本书啊，希望你为自己的大脑增色。To use these papers and articles or book to grace your mind， 为自己的思想增色。Infection 传染病。At the start of the 20th century， 在20世纪初 ，undernutrition 叫营养缺乏 ，and childhood infections 和儿童的传染病 got in the way，got in the way 在路上，不要这么翻，叫大行其道，就这么去翻 ，got in the way 依然存在，所以你怎么翻？在路上叫做 got in the way。所以大家看这种句子，它没有任何负面效果，你翻的时候根本不要有负担啊，就是这种没有营养，叫营养不良。undernutrition 和儿童的感染病、传染疾病大行其道，或者在路上，或者存在着。好，往下走 ，if 好 ，if 讲前夕，对吧？我们讲过 Christmas Eve， 我们来看看 if 这个词，叫 We are even farther removed from the discursive newspaper reviews。好，到这里有个停顿，出现动词 ed， 先不管。修饰来了，因为主谓宾明显在前面，叫我们甚至已经 farther removed， 被远远的从什么当中移开了 ，from the discursive newspaper reviews。好，被什么 discursive？ 这是什么意思啊？来看 cure 叫治疗，讲过这个词跟 cure， 是不是像 cure 治疗 discure 不能治愈的，所以 discursive 叫做不着边际的、离题的，有个 dis 就够了。叫这个时候没有用。你看 cure 叫治愈、治疗 ，discursive 叫没有用的，所以叫不着边际的、离题的，根本这个病用这个药就治不好，叫不着边际啊，叫没有对症下药，所以叫不着边际的、离题的。
离题不就指的是你说的话没有对症下药嘛，偏离了嘛？所以怎么理解这个词都是可以的啊，非常的好的一个解读，叫 discursive， 不着边际的、离题的。往下走，叫我们甚至已经远远的被从这些不着边际的报纸评论当中给移开了 ，removed from， 啊，你看 farther removed from。好，这些报刊杂志的评论 published 等于 that are， 你看或者 which are published in England between the turn of the 20th century and the eve of World War II。这些报刊杂志是在什么时候发布的？是在20世纪的 turn 转弯 and the eve of World War II， 在20世纪的转弯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前夕。你看，所谓20世纪转弯，也就是什么时候？20世纪是19几几年，对吧？在20世纪转弯，叫19几几年转弯，那就是要转到，也就是从1900年到二战前。你看二战前夕，二战爆发，你看日本37年，这大概算3几年就知道了。所以也就是这30多年的时间之间所发生的、所出版的，在英国出版的这些东西啊，我们被从这些不着边际的观点当中移开了。At a time when newsprint 一些新的印刷品 was dirt cheap， 那个时候这些新的印刷品无比便宜。你看 dirt cheap 无比便宜 ，and stylish arts criticism 一些极具风格的艺术评论 was considered an ornament。那个时候艺术评论还被当作是什么？当作是一种 ornament 装饰，对不对？被当作是一种非常好的装饰品 ornament to the publications in which it appeared， 在它所出现的那些出版物上是一个非常好的装饰。也就是那个时候还是重视出版物当中要有艺术成分的。这个我们可以大胆推测，跟前面那篇应该是一个文章或者一个主题，即使不是一篇文章，也是一个主题，聊的是艺术，对不对？在二战前夕，你看艺术都是很重要的，后面慢慢就没了，肯定是不着边际。看到没有 ？We are even farther removed from the discursive newspaper reviews。啊，我们被远远的从这些不着边际的报纸当中移开了，也就是说，我们远离了这些不着边际的东西。啊，在这个节骨眼，20世纪初到二战前的时候，在那个时候，报纸便宜，对吧？然后这种充满艺术风格的评论，被认为是报纸上的一个非常有效的 ornament 装饰品。看那个年代，黄金岁月。所以大家读完前半句后半句都能理解它的意思。啊，好，继续 ，moderate 终于出现这个词了。我们不聊它的形容词，因为聊过很多次。我们看动词，缓和，只要有 mod 就够了。出现一个句子 ，such bodily reaction， 这种 bodily reaction 这种身体上的反应 might conceivably conceive 叫它有什么意思啊 ？conceive 本来做及物动词有怀孕的意思 ，conceive a baby。那么做不及物动词用法有个短语 conceive of 叫构思构想，等于 imagine 想象的意思 ，conceivably 叫可以想象的。这种身体上的反应可以想象的 ，help moderate 帮助缓和了 the effects of psychological stress， 帮助缓和了 psyche， 你看精神上的、心理上的，缓和了精神上或者心理上的压力，啊，它帮助缓和了，它有一种效果来缓和精神方面的压力。你看 stress 叫压力，讲过很多遍 ，stress 做动词什么意思啊？做动词的意思反而变成一个中性词，叫强调，叫强调，请大家记住 stress 做动词叫强调。好，继续 organism 有机体出现过。There are some real constraints。好，有一些真正的限制 ，constraints， 名词居然是直接加 t， 看到 constraint 叫动词，记不记得？加 t 居然是名词。那么让我想起一个词也是这么变的，抱怨怎么写的 ？complain， 它的名词怎么写 ？complaint 加个 t。像这种名词两个我特别写出来，那就是考的最多的，大家特别记录一下就可以了。There are some real constraints， 有一些真正的限制 that are set by the genetic architecture of individual organism， 它是由个体的，你看伟哥在翻译的时候看到 of 一定往后，它是由个体有机体的基因结构 architecture 建筑物结构，对吧？基因结构所形成的，也就是它是由基因遗传的。确实人会有一些，每个个体的有机体都会有一些由于基因原因而产生的限制，对吧？那肯定了，基因决定论嘛。Says anthropologist William anthropologist， 你看 anthro 叫人类学，讲过很多遍啊，这是一个人类学家。当然了，考场里面根本不用管那么多 ist， 一看结尾专家。你看，比如说 ist 结尾的就是专家，这就够了。Anthropologist 人类学家
William Leonard of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西北大学啊，美国很有名的一个西北大学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啊，这个人说了一句话，够了。好，继续 organization 机构 ，a growing number of researchers 大量的 researchers 研究人员 and organizations 和组织 are now thinking seriously about that question 啊，开始干嘛？认真的思考这个问题了。Thinking seriously 很简单，句子很简单，不多说啊。好 ，susceptible 讲了多少遍？就考一个短语，果然出现了，亲爱的同学们看 ，be susceptible to 容易受到什么什么影响的啊，这个词会让我想起前面的那个 be subject to， 忍不住写出来，叫 be subject to。那么也可以用 be subjected to， 一个当动词，一个当形容词都可以，叫服从语、遵守语、听从语受到什么的影响。不要再犹豫了，这些一起背。当然了，当这个出现了，接下来半个月就用它吧。Be susceptible to 容易受到什么影响的？叫 Women are particularly 女人特别的 susceptible to developing depression 对于不断发展的、不断增加的抑郁、压力 and anxiety disorders 和精神上的一些错乱。你看 anxiety 焦虑 disorder 错乱，女性对于压力和精神上的错乱极其的脆弱。In response to stress 在回应压力的时候，什么压力？你看，啪，又出现一个修饰 ，compared to men。你看，这里等于 who are compared to men， 叫与男性相比，女性在回应压力的时候，会表现得更加容易受到压力和精神错乱的影响。你看，就把它理顺就可以了，一点都不难。好 ，acquaintance 熟人，刚刚讲过，出现一个句子 ，for a social epidemic 作为一个社会流行现象 to occur。好，作为发生的一个社会流行现象 ，epidemic 流行的。However, each person so affected， 每个人都受到了影响。Must 好 ，each person so affected， 你看有时候一不小心，一瞬间就把自己给说服了。每个人都受到了影响，这里面应该翻译成 each person who are so affected， 受到影响的每一个个体。Must， 因为我一看到 must， 当你读多了之后就会有感觉，一看到 must， 谓语动词嘛，所以前面的主语在这儿。每一个受到影响的人 must then influence his or her own acquaintances， 就会去影响他身边的熟人。你看发朋友圈了，不是这个意思吗 ？Who must 好，这些熟人，你看 who 修饰前面的熟人 must in turn 作为回应 influence theirs and so on， 又会去影响他们的人，这就是转发。所以自媒体时代就是这个特点啊，他真正的把 authority 从上面拉了下来。自媒体时代，人人都是自己的英雄，你可以判断，其实是因为知识过剩产生的一个结果。好 ，cooperate 合作，叫 That's because 这是因为 Congress 国会 has always 总是 envisioned， 好，总是干嘛？会去想象 envision 想象 joint federal state immigration enforce 联合的联邦和各州的移民法律执行情况 ，enforcement 叫强制执行，讲过很多遍，可以理解成叫实施，所以叫做这是因为国会总是会自己 YY， 你看我翻译的很幽默，当然你不要这么写啊，总是会自己想象一些由联邦政府和地方各州联合实施的移民执法措施，你看，也就是说，大家不要忘记美国三权分立。中央政府和地方也是相对独立的，中央政府没有资格去直接指挥地方的具体法律措施，所以美国各个州都有不一样的地方法律，对不对？所以，也就是国会自己 YY。Federal 叫联邦 ，State 叫各州，联邦跟各州的动作是一致的。你看用了一个词叫 joint， 联合的 ，joint 就叫一致的。比如说，合伙企业、合资企业叫做 joint venture， 编的就很好。Venture 叫风险，我们学过风险投资叫 VC， 对不对？叫 venture 资本 capital venture joint venture 风险 venture joint venture 叫一起冒险，这不就是合资企业吗？有钱一起挣，亏也一起亏 joint venture 就是合资企业的意思，对不对？所以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句子就来了，叫做国会自己 YY， 联邦政府和各州的移民法案法律执行可以联合行动 ，and explicitly 你看这个词 explicitly 看似很难 ，explain 叫解释。对不对？所以 explicit 叫清晰的、明白的，因为你解释了嘛，就清楚了。所以这种词一下就可以背下来。所以因此清晰的，你看 explicitly encourages 他们清晰的鼓励 state officers 各州的公务员们 to share information and cooperate with federal colleagues。你看
要求各地方去分享信息，与联邦政府、联邦同僚们合作。当然，这都不叫要求，这叫呼吁，这叫鼓励 ，encourage。看到没有？好，这是这个单元的内容，一定对大家有帮助。内容也越来越少了，不是越来越少，是因为苦日子已经过去了。我们带着放松的心情进入最后2个单元，好好加油啊！耶！